这一期主要讲一下这个合成照片怎么才能训练这个机器人往你想要的图片的方向走。一共是5大要点，最后我会总结一下我这边使用的心得，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这个办法，因为我平时用那个 Fuji 的相机拍照，所以对人像这块还是有一些研究。一共5大要点，我总结为，因为我都把它 shorten 成英文字母，这样方便我记哈。我这边是因为我做的笔记，我就按这个笔记来回忆一下。L 是 light，就用我这3张哈，因 light，然后是 CTSM light 这块看这个是第一个是我 target 的一个照片，对吧？所以你要先设置好你想要的这个照片的 light 环境是什么样的。如果找到这种环境，或者是你给到它相应的关键字，在我那个 Chrome 插件那一集有，我会 insert 一个 card 到这个视频里。如果没安装那个插件的小伙伴，请去安装一下，这样你就方便未来生成你的 journey 的关键字。一个是 light，第二个是 color，你想要是什么颜色的衣服？看这个雨衣，这个我想要的这个目标的照片雨衣就是黄色的，它可能 generate 出来的图片大概就是黄色和这个透明的衣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对这个衣服啊或者是背景有特别想强调的颜色，就是加权重。OK， 然后是 T， 就是上期我跟大家说过的这个 texture。如果想要是什么样的质感呢，什么样的造型啊，也要给到它相应的关键字，是衣服的质感呢，还是背景墙的质感呢？对，然后是 S 是 shape，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是是个瘦子啊，还是就是没有特定指定的 shape？因为我这个是 base on 在我自己的照片上，所以 shape 我现在没有明显的要求。但是哈，这个你看到这个 mango 的这个，它有的时候会出现2个芒果，所以这个就是很奇怪的现象。然后这个是用那个黄瓜来做权重。如果觉得第3张 U3 很奇怪的同学，请在评论区留言。这个第4张看着皮肤好清爽的感觉。这个为什么弄一个黄瓜呢？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从来不吃黄瓜。有没有谁也是他这种情况？请 comment below。我是吃的。然后接下来是 M， 看它这个 shape 的状态，这个 mango 粘得出来就这个你可以看到哈 light， 我这个地方特意强调用 Studio Light， 看到。Studio Light 就是从旁边这种打出来，因为 Studio Light 特别是适合照这种模特人像的，因为它可以把人的棱角照的特别分明，就是有阴影的部分，有凸显的部分，所以就是特别凸显整个模特的一个面部或者是身材的一个轮廓，就非常视觉。所以，化妆品呐、和那些奢侈品的品牌都喜欢在固定的 Studio 里设置各种光线什么的。shape 这个可以看这张哈，我一般给到它的 prompt， 因为我刚刚上半身的一个这个抱着胳膊这个图片，我觉得就是太单一了。如果是给到它很多，就是比如说你站着、坐着、趴着、侧脸什么，给到它很多的图片的话，它可能会 capture 到很多的信息。但是我就那一张，所以我就想让它尽量有点创意，就是用一些多种多样的姿势的时候，我就会写这个 dynamic pose in a realistic photo， 就这个 prompt， 我觉得挺有用的。然后它就会有的时候会 generate 出来一些很独特的一个模特的 pose， 这个就是我说的 shape。然后第5个呢是movement。movement 我可以给大家找一个，因为我在这个制作特别是有像这种静的 portrait 人像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 movement， 主要是把上半身 capture 到和模特和背景墙就是虚化那种区分开来，就是凸显出来这个人脸就行。像这种 movement 就是 Sky Trooper 这种 movement， 它就有一点动作在里面，就是显得这个照片特别灵动啊，就是还能捕捉到就是风生水起的那块儿。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封面图里，就是像要跑往前冲刺的感觉。还有后边的 lights， 所以就是给人一种这个照片特别完整的感觉，意境，然后就是特别吸引眼球。这个就是从那个 generate 出来。所以你要给关键字，可以去那个插件 Chrome 插件上 type in 那个 movement 或者是 dynamic pose， 然后它就会给你相应的，你就 test 几条来找到。Sometimes 我觉得这个 Sky Trooper 就跟我刚才生成一样，里面可能是女同学耶，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王炸的彩蛋？给到大家一定笑开了花。这个是一个在基于厨房 generate 出来，一会儿我给大家找到。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movement 的一个图片。然后还有一个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是给它换成了这个 orange， 但是它就是圆头，可能就一个圆头，就是没有什么特点，跟其他比较起来，这个还 OK， 这个就是很有 movement 的感觉。
可以看一下这个 prompt。这个就是我经常用 dynamic pose in delicate， 这个少了一条腿儿。interesting， 这个更搞笑，有没有觉得这个很搞笑？一只腿在锅里。这个视频如果在任何维度对您有帮助的话，您的任何一个动作，包括赞什么的，都是对我这个原创工作者的最大支持，谢谢。就是比如说这一张照片，我觉得它已经是 upscale 之后的，然后呢，我右键一下，把它的 link copy 下来，复制链接，这个链接我已经在底下 generate 好了，然后我再给它加一个，在这个图片上基础上，我再给它加一句这个，看看它会一会儿是出现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总结下来一共3点，第一个是如果是想合成自己的照片基础上，一共最多可以添加5个，就是多给他几张自己的照片，站着坐着，还蹲着的，第二个是一定要考虑进去这5个要素，每次写这个 prompt 的时候如果做人像的时候都可以，就是把这几个要素先有一个 template generate 出来，然后就是挨个替换，这样生成的图片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第3个就是生成基础上再继续生成，或者是生成基础上再和其他的图片继续叠加，所以就是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恐怖游轮》这个电影？反正就是在总体来说，就是不断的轮回，在船上不停的杀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停的用这种合成的照片来。OK， 那个有 texture 这张背景这个第2张看起来比较灵动的感觉，不错。